大家好，这是2025年1月19日。那这一天呢，是前往北投参加一个半马。那这一天呢，天气还蛮冷的，然后有一点下雨。虽然湿度是高了点，不过以跑步来说，算是舒服的。那开始呢，进到会场，这是借用一个学校来做一个会场。那到了会场以后，很明显可以看到，其实参加的人并不多。因为它算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半马，不是一般的跑平路，就是它是要往山上跑上去，所以它其实难度不会很低，就是它是跑上去又跑下来，当然也不像一般我们在跑那些就是越野跑那样子的困难，但是在这种上坡下坡的路线来说，其实难度算是高的。好，那我是跑去上厕所，一直排队，排到一半突然往哪边走？怎么人都不见了？原来就是我们21公里组已经全部冲出去了，然后那时候在排队的其实是10公里组，所以我非常的惊恐，我赶快怎么大家都出发了，然后赶快冲出去。结果我出去的时候问了一下那个就是工作人员，是哪个方向啊？是往上还是往下？结果他们也不知道，我就赶快应该是往下，那个时候就往下，然后就往这个北投，就新北投的捷运站冲下去，然后马上折返，不是折返，就是马上转弯，另外一条上山。接下来这一段路呢，就是有很多住宅区，然后可以看到这个坡度。相对来说已经有一些坡度了，然后我就在努力的开始在追赶前面的跑者，我大概跟他们落后差了6分钟，但是我想只要不要停脚，应该是可以追到前面的人。现在可以看到10公里组的领先2个人就从我身边这样子很快速的超过去。虽然说10公里组他们距离相对短，所以可以更努力的冲，但是实际上他们也是比我快非常的多。好，第3位10公里组的也过来了。我到现在还没追到前面的21公里的人，但是已经被10公里超过了。然后也遇到这个就是救护的团队，接着继续往上走。那这一段的路就看不太到住宅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开始就是跑在这个路边，然后没有什么明显的交管，所以其实相对是蛮危险的。这里的展望还不错，可以从这里可以看到旁边有一些那个民众在这边种田小小的一块田。我的习惯总是会跟这些摄影师做一个感谢感谢他们在那边帮我们拍下美丽的照片，或是帅气的照片。这里是这一段路难得见到的一个下坡，说真的是那个大腿都快要抽筋了。开始追到一些人，可以感觉得出来，他们的速度不是很快这一群就是21公里组比较落后的民众的参赛者。然后呢，也陆续看到一些步兵就是他们已经受不了，开始用走的。那我还是持续的不停脚的一直往上爬
就是很认真要这样努力，不停，永远都不会停歇。那接下来持续上山了，这一段是著名的东深路，也就是18分产业道路。这里在春天呢是超热门的樱花步道，虽然这时候樱花在沉睡，不过两旁浓郁的亚热带森林和新鲜的空气。现在通过这个有一个神奇的牌楼，这里是18分著名的张公圣君庙。那继续往下走，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市区。这里叫18分哦，很多人听到这名字会觉得还蛮奇怪的。其实这里呢和台湾早期的土地开垦史有关。在清代时期，有18位汉人先民来到这里，向当地的平埔族合资租地开垦，并将土地分成18分。几百年后呢，这里就变成我们脚下这条快把大腿操爆的魔幻赛道。现在呢，左边这里经过的就是台北市非常著名的森林特色小学全员国小。这一座学校呢，就落于火山地热区，那也是整个台北市唯一一座把温泉和地热直接列为正式课程的学校。那学校甚至有自己的温泉管线，学生不仅要研究地质，冬天也能泡脚泡温泉。现在经过这一区可以看到还是标本木，不过过2个月应该会非常的美丽。继续往上可以看到右边是阳明山的有圆圆的山头。全员国小以前因为在山上，差点因为没有学生而废校，然后后来转型成森林实验学校，把整座大屯山和树林变成天然实验室。所以像我们这种做野外动物或昆虫研究的人来说，这种从小在自然里生活、在自然里学习的教育方式才是最珍贵的。持续的上升中，可以观察一下周围的这个植物像，还蛮明显的变化哦。那现在有一区有看到竹林，随着海拔会越来越高，那当然中间会有一些更重的。不过这一条路没有做好，就是没有做很好的这个交通管制，所以会有一种跟人车争道的感觉，所以在跑的时候要小心一点。湖山路这一段的植物像给人的感觉相对来说就还蛮原始的。那继续往前跑呢，就会到这个，有开花了，有一点樱花哈。在这边呢，我们就是会到这个岔路，然后要准备左转上山上中心路，前往阳明公园花中的方向。这一段呢，没有想到转过来只有比刚刚更陡峭。转过来这里呢，就会看到，很快就会看到一片花哦。这里就是花中的区域，很多人会在这边拍照留念。可以看到有一些樱花已经开花了。这一段路，这一段中心路，它对跑步的人来说可能还好，它就是无限的发夹弯上山哦。其实也没有无限啦。一个左弯，一个右弯，一个左弯，一个右弯，这样子上来。
在这边往上跑的时候，就看着对面的人已经下来了，然后就觉得哇，到底跟他们差了多少公里啊？心里的压力还蛮大的。如果是有封路的话，会建议走外侧一点，这样子坡度比较不会这么陡，对于大腿的压力也比较小。对面出现背着气球的配速员。在爬这一段的时候呢，因为我现在都有带 Stride， 就是跑步的功率计，所以我不管是平路还是爬坡的话，我都是只看功率，没有在看速度的。如果在这一段还想要维持这个跑步的速度，就是几分速，可能7分、6分速，这样的心理压力会非常的大。我就是用功率持续的配着这个固定的瓦数，然后上山，尽量让自己维持，不要爆掉。最后呢，这里就是持续上山，就是到这里就很明显有一个补给站，那这里就是折返点。折返点这附近呢，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阳明书屋。以前呢，这里叫中心宾馆，是蒋总统在台湾亲自督建，规模最大的最后的一个新馆。听说以前在管制最严格的年代呢，这附近的树林里都是隐藏的宪兵和战备地道。那现在居然可以穿着跑鞋在这里跑到这附近来，真的是非常的特别。开始下山以后呢，又是另外一个挑战，因为下山必须要用这个前面来刹车，股四头肌这边来刹车，所以其实对股四头肌的压力又很大。也如果要全力放开、全力跑的话，一个是要小心滑倒，另外一个就是整个这样子的震动对大腿的压力负荷是蛮大的。那更不要说，如果今天还有碳板跑鞋的话，又会对小腿有额外的压力。不过我倒是没有想那么多，我拿出来的是因为下雨，所以我拿出来的是那一双最不怕脏的一般训练用的跑鞋。回到这里花中这一区。路上还是有蛮多人下山的时候一样在拍照，不过有看得到有一些下雨了，所以我要赶快继续往下走，不停减，然后继续往下前进。这个就是又到岔路了，右转回到这个湖山路这里，可以看到路边有些樱花已经开了。在下山的途中呢，还会看到有一些人，大概看得出来这些就已经是最后的跑者，然后有一些应该也会被关门，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努力，不要放弃。这一段湖山路，别看这一段路现在是平整的柏油路呢，它在日治时期其实是全台第一条为了战备和运送温泉物资而开辟的阳金公路的一个前身哦，蛮特别的。加油加油！现在这个时间有人骑脚踏车上来运动，一样跟跑步一样哦。骑脚踏车，它这个路毕竟很窄，骑脚踏车也是蛮危险的，要小心。然后经过这个全员国小了，在这个路口呢，将离开18分，就是刚刚上来的路，从这里左转，往硫磺谷的方向前进。现在继续往下走，它这个地形。这个植物巷呢，就从茂密这种阳明山的绿意，
一秒的切入到这个在日本我们会说是地狱废墟，一个硫磺谷的感觉。从这边有一个还蛮好的瞭望，然后就可以看到对面山头也可以看到那个华大学那些建筑。大家可能不知道呢，早在300多年前，就有一位这个玉永河的文人特别带队来这边开采硫磺，还写下了非常有名的《皮海纪》到这边，空气里的臭气单位已经浓郁到像有人打翻了这个温泉蛋。在这个路口右转过来呢，会很明显的看到硫磺谷的样子，然后地里在各种冒着烟。说真的，味道是有点不好闻，所以在这边跑步的话，就是会一直闻到硫磺味，不太好。这边有一个小知识可以分享其实我们大多数泡的这个白黄泉，其实不是直接从地底涌出来的，而是呢由自来水处，然后利用这个山泉水倒到这个地热喷气的地方，然后人工引流出来。在这里捕捉到背着气球的配速员不太确定为什么他们开始用走的，有可能是配太快了。工作人员如果不指引的话，我还蛮想要右转的。这里左转下山，可以看到这一区有一些大型的房子就是温泉区的一些高级的温泉饭店。随着周围的这些越来越多的温泉饭店，然后还有空气的温度也慢慢的变高，那硫磺味密度越来越高，已经来到这个全北投最滚烫的这个核心了往前就看到白白的白烟这一段就是著名的地热谷。这样子跑过去其实是蛮酷炫的。那最后呢，到这个转弯这里大概剩1公里左右了。那我就继续往前跑，直到看到1公里的牌子，准备开始努力冲了把剩下的力气都使出来。转弯回到这个很明显就是学校吧，可惜这个最后这一段的路线没有设计得很好，要逆向跑在马路上。进终点啦！我们第一次来到了这个新民国中来举办这个比赛结束后呢，我很快取了那个他的一些纪念品跟便当然后就赶快离开会场，到北投公园。现在整理的很舒服的北投公园这边来吃这个排骨便当，那顺便散步一下，做一个缓和。那之后呢，就走到新北投公园搭捷运。不会啦，走路还好。那个岸有几个好，那再来呢，就是结束今天整个北投的半马的影片。感谢大家的收看，那让我们期待一下，让大家请期待我们下一部的影片谢谢大家。